越嚼越香。整间店都是酸味，前面吃一个空气。今天我们要来吃宜兰市的东西，我们刚好今天有一个在地人，所以这个单元叫做宜兰人带我吃。好啦，看一下在地人到底都吃什么。你筛选的准则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要跟人家介绍要有特色，你整趟完之后你会记起来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整趟我来看看大家记得的东西是什么。把它丢出来。查一下高渣是什么？它好像也是什么，又是猪油，吃下去很像是他猪油，他把所有精华都包在里面。对，他们家是粉浆蛋饼，然后很像喝汤的感觉，是用精华的感觉，然后咸软软的。我觉得那个粉浆蛋饼很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因为它就是很简单的，没有酱油，它就是用胡椒粉。我要豆皮。可是它的那个粉浆不是很 Q 的，但是油崩了，人叫了一个半熟蛋器。油饭底还是偏干，但是气死跟半熟蛋很好吃。我觉得应该饭要再软一点会比较好吃，但是它这样搭配是加分的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加蛋跟气死。豆沙蛋很强哎，真的。我觉得应该先吃它再吃它，你先吃的东西太强了。它好像跟我印象的鱼丸不太一样，它的鱼丸像那个肉羹呢，给我的感觉。哦，对，形容的比较到位，跟台北不一样，台北不是肉椭圆形的。你说那种长长的那一种，对，好像很多是那种。整根土长的是，就是我都是长这样吗？最正常是只有2个，不一定，每一家不一定。是切仔面肠。明白鱼丸拿掉，它就是切仔面。人家是切仔面店，应该要去叫做鱼丸店。刚刚的粉肠呢，我觉得跟我之前吃的不太一样，因为之前可能是地瓜粉它有冰起来，所以它就是比较 Q， 然后它的甜味比较重。然后刚刚那个有点像是我弄好之后直接挤进去，然后马上切给你吃，所以它的地瓜粉是软的。然后也没什么甜味，然后它的肉是比较肥的，吃的是瘦肉比较多，它的是肥肉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口感有差，就是那个油脂感太重了。你先说一下爱玉是怎样？你说30年老店啊？它的名字叫30年老店，但是它开不止30年了，一直没有换名字。对，它就只是一直没有换名字，然后一直把30年挂在上面。然后它现在已经是好像2代已经接了吧？原本是一个小小的摊贩，大概只有4、5坪不到，然后现在它已经开到有店面，然后现在它有重新装潢，那就是柠檬爱玉啊。好。这个爱玉比较特别，它会浮在上面，所以吸管拉高一点就吸到爱玉。我们其实已经70年了。爱玉还是我爸爸在一起，他已经90岁。哇！因为老板说他退而不休，因为他退休在家没事。与其他创70年事业，就要完全放下不太可能。与其让他在这边帮忙，他也开心了。这样酸度会可以吗？所以它的酸度是可以调的。我觉得老板给我喝什么，我就喝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会推荐这一家啊？因为我觉得它名字很好笑，就是好喝，因为它酸酸甜甜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甜。我自己觉得是蛮酸的，对，但是我觉得是很纯很真的感觉。他们是1号柠檬爱玉，2号百香多。不知道现在2代街是不是就有加了什么其他新品啊？有啊，刚刚有那个草莓柠檬爱玉啊，还不错。说真的很酸，就是这么酸，但是它很真，它是真的很真的，真的是柠檬汁啦。再来就不用特别介绍的北门绿豆沙。它是比较稀的对啊，你本来是比较稀吗？我怎么印象中原本没那么稀，我有点忘记。因为我之前只喝过双生，双生就是很浓稠，基本上是块状。我后来在嘉义喝的那种也都是块状，然后要出吸管，然后这是稀的，什么都稀，它稀的没有那么甜的。牛奶变多了，没有那，因为我期待的是那种块状的那种沙沙感进入口腔。它
比较像绿豆牛奶。对，就像你说木瓜牛奶，然后绿豆牛奶这样。宜兰人是本来北门就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会不习惯吗？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好喝，它是好喝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没有得到印象中想喝的那种感觉，可惜了。你要带我们去吃冰店？对，这是我从小打工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家3个姐妹都在这间打工。为什么那么扯？那老板都认识你们？因为我们都住附近啊。然后这家是以前绿色博览会的时候刚开幕的时候，它真的超多人。它就是游览车是一台一台来，那种挖冰是可能从早上11点开门嘛，然后10点外面就都是人了。好扯。然后我一拉开铁门之后，排一长排到那个转角处。然后我一天大概挖宅配就要挖100-200盒，但是因为后面绿色博览会落幕，就没那么多人。然后他们现在是玩到第3代，它叫良心冰店，叫黑店。他是说以前看进去都黑黑的，对，内行人要吃什么？大众口味都喜欢吃什么花生啊、牛奶、花豆。对，我个人偏爱桂圆。为什么？因为桂圆比较贵。真是现实的女人。桂圆真的很贵，那1桶很贵，所以懂吃的应该要吃桂圆。你看它还有炭培乌龙，感觉很好吃。对呀，本身有这么多口味，叫了一个，这个是花生跟桂圆，然后它的桂圆里面是有料的。它冰的分量还蛮大的，1杯55块，所以它的分量是比那一般冰淇淋球多哎。它里面呢就是会有这样子一块的桂圆，但是它的底呢，我自己整个吃起来是很像牛奶口味的，反而是花生它的味道是比较浓，花生味很香。有人使出人情公式，要吃炭培乌龙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吃什么传统口味？吃不完啊，很屌。那你吃炭培？不是吃不完啊，你这个一杯很大杯，很厉害耶。炭培乌龙，炭培乌龙蛮好吃的，它那个茶味蛮浓的，炭培香也不错，蛮到位的，而且不会很甜。这来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点炭培乌龙跟花生。它的茶是限量的，确定是不是每天有？除非你贪小便宜，那可以点桂圆。你买了什么？正好鲜肉小丸，它以前叫正常鲜肉小嗯。丸。然后听说是他们可能兄弟吵架，就是变2家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正好这间好像是哥哥开的，正常是弟弟开的。对，可是基本上是都很像吗？我觉得蛮像的啦，它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。而且它是现做现包的。对。然后我们已经拍了1个小时，然后它一笼就是10个。看它的汤汁。哦，真的耶！以前它可以内用，可是现在它就是疫情过后就变成都是外带方式。它不是有给酱？它其实里面肉的味道就很重了。我吃过的是正常的，可是我是吃罗东店。所以味道有一样吗？我觉得差不多，只是就是我们的印象都是觉得以前的皮好像比较薄，很烫哦，很烫到哎，超烫的哦。你可以先咬，而且一定会低脂，你可以先咬一个洞。我刚刚是这样，你要这样测，很烫哦。好烫。对，它有葱味。它里面是只有葱吗？葱跟绞肉。如果觉得皮没有很厚啊，还 OK， 还 OK 吗？因为我吃过更薄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因为我觉得它的葱放的够多，而且它的葱应该是放那种比较青绿，然后会偏甜的那种葱。我觉得它肉的调味也不错，所以它不用沾酱就很有味道。说一下接下来他们3间都是宜兰的名店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可能有讲好，就一起搬来这边。所以他们原本是在别的地方的3间店，然后一起搬来这里，对，然后又是连在一起的，绝对是讲好。我们是叫加肉的肉羹，它的肉羹看起来非常大块哦。进来的时候蒜味是真的蛮重，整间店都是蒜味，而且真的超多肉，超浓。比较喜欢这种，就是汤叫起来比较轻一点，因为像罗东林场的，它就是很勾芡勾的比较重一点。它的肉羹里面是有点肉感的，就是它不是全部都是粉，当然是没有很明显的一块肉，但是它是还是有些微的肉的感觉，蒜味真的很浓。
而且它把蒜都是做的小小块的这样，然后整个散布在汤里面。还有搭配笋子，我觉得笋子就是口感很重要，它比较轻巧，它很像蒜味酸辣汤。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好吃。我们刚刚经过一家鸡蛋糕的咖啡厅，就觉得说好像可以进去看看。哎，厕所在外面见。好。它还有给蜂蜜跟炼乳的酱。我们因为拍了一阵子，所以可能没有刚刚出炉的那种热度，但是我觉得吃起来蛮香的，它的牛奶味还蛮重的，我觉得要淡一点，然后比较有什么味道的感觉。它原本鸡蛋糕不甜，我自己觉得它的内馅很扎实，所以吃到最后会觉得有点开，所以我觉得加酱可能比较刚好一点点。但是它就是为了让你加酱，所以故意做的扎实的，才长这样。因为有一种市场的不是比较蓬松嘛。我最好奇那个红心芭乐，送你去。等速考学一下次再来给你们吃。哦，谢谢。它的是那个冰诶，烤冰，正中间那个，它是冰沙，是它并不是整体冰哦，它没有冰沙口感，很像它中间是冰淇淋那种。我很喜欢那个红心芭乐，真的，那你可以外带一口去，然后它就融化了。很冰对不对？很冰啊！我就跟你说，我刚刚是用喊的，我是不是用咬的？你是不是也有吃？在那边说人家老人白眼，外面皮很脆，对啊，很对。我本来以为它就是硬的，但是不是，它里面是很酱感的。还因为你要多嚼几下，然后就越嚼越香。怎么样？可丽露达人们？哦，因为我很爱吃，你们很常吃，很爱你是吃。喜欢吃可丽露，没有到对，没有到达人。可格的可丽露皮一定要脆的这样。内馅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就软，比较湿软，外面的皮是软的，就基本上失败。吃起来红心芭乐很厉害，有特色。对，有特色。符合今天的主题。要跟他介绍特色。你们会自己买学香是去气炸？不会，不会，就是长这样。我第一次吃气炸的鳕鱼香是，就是我都是吃那种一般软的。但最好适合来一杯酒。它是咖啡酒吧？对啊，怎么样？至少我也没什么在喝摩尼豆，来喝它，因为薄荷酸，又是酸。可是它的茶香很香，我觉得它的茶香比你香，就是它有一种很清香的感觉。今早就不用讲，就是今早，就是宜兰名产今早茶。我们要吃哪一家？你推荐什么就吃？餐厅啊，就直接吃，然后它是要牙签的，然后你要看要不要吃香肠。那要这边吃还是要带走？这边吃吗？我用香料给你哦。好，谢谢。本肠很好吃的，就是那个香肠、猪头皮、粉肠、猪肝、猪肺。来，小只几只？3只130，大只几只2只，来130加50，100红茶25，205。要去隔壁排队。对，一串心就是油豆腐切饭，然后去夹猪的东西，豆包，因为它是空心的，然后里面包猪的东西，然后跟葱。以前都是几串才10串。还有一个菜包夹鸡肉餐，加一只2只，加2只。然后减60，有没有给老板？这个是我们点的菜包夹鸡肉串，基本上菜包是炸的，鸡肉串也是炸的。肉是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肉好吃，肉很像那种传统像鸡排的那种肉。对，那个菜包的皮可能因为这种皮炸的就会比较硬，我自己觉得它还是鸡肉表现的比较好，就是小时候传统的味道，因为它裹粉的裹法也是传统炸鸡排的。对，现在吃到中间的，它的菜比较多了。然后它的皮好像比较厚一点，所以会吃起来比较软。我自己觉得它的青菜吃起来是甜甜的，还不错。就是一个平常我才会点的东西，因为太
油又太重的感觉。好啦，我如果是我个人还是会推荐第一次来的人推荐买菜包夹鸡肉串，比较特别，因为刚开始吃的时候都是皮，所以觉得菜怎么那么少，前面吃一个空隙，料都集中在中间，但是它吃到中间菜变多了之后，它那个菜的甜味跟香气有出来，我就觉得还蛮好吃，然后皮就没有像最上面那样那么硬，吃起来就是比较好吃。这个是号称宜兰地区黄金鸡排王总冠军。他82年成立，95年公布，比一只手还要大的。可是我觉得单看这样看蛮饱的感觉。但它的肉是有汁的，那皮很脆，刚刚说烤，因为一般那种地瓜粉的皮啊，太厚可能会有点面皮感，冷掉可能会偏硬，看起来是裹得很薄的。所以它的那个肉啊，好像有用什么中药材煎过，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它蛮 juicy。只可惜的是没有很厚，因为北部有一些鸡排，它是故意它头的地方会做得很厚，让你一开始就觉得哦，好满足这样。对，但它很平均的。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件鸡排？我喜欢脆皮，他刚刚拿到的时候有觉得好像变薄了，皮是做的不错啦。的确，肉是好吃，但真的就是满足度还是有待加强。我觉得它的肉薄，但是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啦，它骨头没有之前那种大鸡排那种，可能你咬到上面那一块完之后就有骨头了，它是咬到非常中间中后段才会有骨头。就算是吃完2/3才有骨头。对对对，算是骨头占比蛮少的，就看各位的选择了。真的是很小只，他以前因为它是2只10块，但是它没有涨价。这个是龙凤腿，对，它就是鸡肉串，干已经沾酱的龙凤腿。我觉得没有罗东龙凤腿好吃。真的吗？那它一只5块。主打一个便宜，不要嫌太多。鸡肉串好吃，它的肉是用那种很像甜甜的酱腌过那种感觉，烧肉酱还是什么，然后再下去炸。刚刚看完了，鸡排已经都卖掉。可是很可惜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厚会很好吃，因为它的味道是好吃的。它如果厚一点，一只卖20块，你会吃吗？我会吃啊，它鸡排1份只要15块，它大概多大？这样？就这样。但是它的肉很好吃。如果有来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尝试一下鸡排跟鸡肉串，龙凤腿就是同班美食。说一下你们的那个今天的排名。大概就是那个一串心那边。一串心，然后刚刚的10块钱鸡肉串，还有柠檬爱玉。我觉得那个菜包夹鸡肉串那个蛮特别，而且蛮好吃。红心芭乐可丽露，然后再来就是正好鲜肉了。我的排名呢，正好鲜肉包我是觉得是很值得排队吃的，是真的蛮好吃的。因为它是有2家嘛，有说就是兄弟有开不同的，我朋友有说他觉得正常还好，就是觉得正好比较好吃。但各自有爱好者啊，我觉得如果你有经过正好的话，还是可以吃一下正好。再来就是比较特别，就是那个菜包夹炸鸡肉串，就是它是2个很普通的东西，但是加在一起。吃到中间的时候就会觉得蛮香蛮好吃，但是它也蛮罪恶的，一个人吃搞不好会腻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分食。如果你是本身对于油炸真的会很容易觉得负担重的话，再来蒜味肉羹的话，因为我觉得它是在蒜味肉羹这个框架内做的蛮好吃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来吃吃看。但是论特别度的话，它当然就是没有那么特别，因为它就是符合它的名称，做到头吃这样子而已。高渣蛋饼是那时候吃觉得很好吃，但是我吃了这个菜包跟正好之后，我觉得高渣蛋饼它输的一点就是它的那个高渣存在感太低了，然后跟粉浆的浆感如果再重一点的话，可能也会比较好吃。这里就推荐给大家啦。Every night I try to love, but your heart is made of stone. All my tears, they fall like rain, yet you leave me here alone. I give you all I have inside. You pretend it's all pretend. Your empty eyes, they